世界，我们的净师的法脉是出世的精神，人人就是到了那一分尽己倾城，自贤息末，所至不堕，一百千劫。这就是修行者的心态。既来了人间呢，我们要拉长情，那就是觉悟的长情，不是呢家庭的那一种的阿阿伯阿公阿嬷不只是这样子。我们呢就是要视天下长生，长者都是我的长辈，年纪差不多的都是我的姐妹兄弟，幼者都是我的子女或者是晚辈，这都是呢以盖之下地在之上在这个人间人的中间都是我的一个大家庭。这都是因为呢佛陀来人间他最重要的就是要开示众生，因为众生的迷茫都是执着短情小爱为了短短的几十年的情昏天暗地那样的迷情真的世间多少悲苦都是在迷情中造成的，多少残酷的人世间的祸端，都是为了小爱而造成的。所以佛陀要我们觉悟，觉悟啦，普天之下都是一家人，我们要疼惜，我们要引导迷茫的众生方向往觉悟的道路走。每一个人的心相是同一个心相，每一个人的力量都是经营的力量，人人手拉着手，那一手一手，百手千手，万万手，这样的共同的核心牵起了手，人人万手的力量去付出。1970年代初期，台湾在外交与经济动荡中努力站稳脚步。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
以76比35票通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一切权益，我国宣布退出联合国。而在接下来短短1-2年间，遭遇邦交国纷纷求去，逐步陷入外交孤立的状态。但此期间，政府继60年代成功推行耕者有其田、9年国民义务教育之后，于70年代积极建设，同时大众文化与运动风气在3家电视台普及后蓬勃发展。1973年开始，以消灭贫穷为目标，倡导小康家庭，引领全国走向工业化、都市化、科技化。接下来的2次石油危机与中美断交，虽然令举国人心受挫，但长远而言，这段时期仍是台湾经济起飞的关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慈济展开慈善10年，会员善款逐渐增加，但令人惊讶的是，照顾户数量也突然倍增，因而有几项措施变革。例如，过去善款是寄存在第一信用合作社，由许聪明老居士保管，直到1972年5月正式设立划拨账号。另一方面，为让快速增多的照顾户方便领取每月赈米，而于特约米店购买白米寄放，让照顾户持米单前往领取。以前我们都是一包一包的这大家都要这样的帮着他们扛着米回家。现在呢，已经有经验我们给的都是领米券拿了这一张单子就可以呢到米店去领米当初在做的时候呢，我们的慈济人都那么亲切跟现在的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或是菲律宾的或者是全球的慈济人都是差不多那样用爱的拥抱着。我们现在的发放随了10余日都一直呢在改善改善的实在是很多。我们现在呢也不能发米单他们也不见得呢米是最需要的。在台湾我们现在给的都是现金。那以前的旧衣服经过了整理，他们很珍惜。现在在台湾的低收入的，他们的物资算来呢还不错他们所缺乏的就是陪伴与照顾。所以呢，在这个纪录片里就可以看到了，这时日再过，时代不同，实在是差足多有一段时间，差不多咱的资济开始做了后，那个政府有一个步骤，就是消灭贫穷。叫大家先去普查，当阵咱的迄个电视拢乌白嘛，有迄个彩色的慢慢都要出来。当阵就是咱经济往上起飞的时所以呢，大家人的生活愈来愈好那贫困的人还是真贫困有的生活较好呢，电冰箱要淘汰啦，世代本来拢安这世代过来就落地菜过来就正大台。那这乌白电视变彩色慢慢淘汰了后呢，这乌白电视机要摕去倒就是去厝边隔壁啦，或者是一寡迄个较穷困的人爱就摕去好啦。有的呢是
因兜连电都无，但是呢，伊就摕牛肉都甲断咧，讲吼，我互你电视机，我互你电冰箱。迄当阵就是有钱的人才有法度电冰箱啦，有钱的人才有法度咧电视机啦。才大学生开始去复查，入去到内底，伊都袂晓，反正就是大学生尔嘛。伊就甲伊记录，即个家庭有电冰箱，即个家庭有电视机，摕去呢，市公所、乡公所有电视机、有电冰箱，就是消灭掉、取消伊的贫穷的资格。老人呢？老人政府迄当阵呢，伊就感觉讲咱的社会老人应该爱有所依靠，应该拢爱甲伊带入去迄个养老院。所以政策呢，就是只要你是孤单老人，我就拢要甲你列入去养老院。毋去毋去取消老人救济。迄段时间呢，咱感觉讲毋甘啊！这老人咱来去甲伊调查的时就甲伊劝讲，咱想讲配合政府讲有影家是毋是去老人院有人照顾较好。咱若甲劝甲真迄个爱就一句话啦，你等一条锁互我嘛无要去养老院。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咱开始老人咱爱照顾。老人咱爱帮助，伫迄个中间，所以不管是孤老无依，不管是贫穷贫苦，迄年咱的救济规个举起来，救济互规起来，这就是咱开头。1973年，慈济的照顾范围延伸到北台湾。这一年的2月1日。委请真华法师协助台北地区的贫户访查及救济。3月2日，时值农历28日，台北慧日讲堂开始办理发放，此后成为每月惯例。以下这段开示是1974年7月，在每月例行的委员联谊会中，上人对大众的会务报告。提及慧日讲堂与本会的慈善合作。慈济功德会在这么正多年来，会使讲每个月呢，都是人民直直增加。这个月呢，虽然是增加6号啦，但是呢，开会了后啦，又搁再有真正的人级的这个患者需要功德会救济有。临急的3号大法就是简长，像真正的紧急限时的体伊讲伫迄个大港呢，敦化角路迄个所在呢，有一位呢，今年才36岁尔，伊一家伙呢有4个囝，因为这个车祸脑震荡平常时家庭真困难。现在呢，因为车祸脑震荡啦，是带着病危，医药费毋知要对倒位来。大家的这个医药费恁都知啦一摆呢，毋知要付出偌济，毋知影这呢就是一个月真正的紧急。人讲救命，亲像一个救火共款，真正的紧急。原来昨昏就随写批过去啦救济呢，这是应该功德会爱做但是呢爱伊去用的这个上济钱所以呢，这号啦也是爱列入咱这个月呢增加的这个病户，乃至到爱付出大批钱的这个紧急户啦。慧日讲堂上下许多法师，常年来对慈济人都非常照顾。应海法师就是其中一位长老。慈济跟老法师的因缘也是很深。那个时候委员们要聚会的时候，也是在慧日讲堂。老法师对委员们的照顾，启发委员们的道心，时常都为委员们做开示。
之后，那么老法师就到美国去了。在美国呢，都是有缘呐。那个时候，美国的慈济也刚刚开始，也好在啊，有老法师在那边接引啊当地慈济人，也照顾当地慈济人的道师。慧日讲堂不仅帮助慈济在台北的慈善事业代办处，也是开始接引北区的善心人士投入慈济的重要地方。台北的第一位慈济委员净明师姐，于1971年经花莲委员李石的介绍，开始定期捐款并募款。1972年皈依上人后，努力在台北推展会务，与慧日讲堂结识陈美珠、杨玉雪、胡玉珠等3位结拜姐妹，进而带出北区许多资深的委员，成为慈济人昵称的超大、老大、老二、老三师姐。数一数啊，跟这缘呢已经有几个不在啦。但是呢，我都相信他们已经再来了。这一群委员都是在圆的运动场里啊，还是呢菩萨绕着菩萨场啊，是圆的，不断的来接棒。像这3姐妹是台北的早期呀，看到老大、老二、老三，就会想到了另外一个呢。是特大大家都是说特大，那就是净明嘛。他是在台北的第一颗种子啊，但是相信他又再回来了虽然年纪还幼小，他再回来的应该是幼小孩童，相信他的口中还是呢要给施工救苦难的人，以他。我想应该是吧。在慈济草创的10年间，从慈善看到医疗的重要。1972年义诊所的设立，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却让上人发现更多问题。保证金的制度便是一例。1973年6月，一个无姓孩童的意外事件，更加深上人的立愿。这个个案呢，嘛是让我印象深刻。有一个本来是小康的家庭，有一天因去咧山顶伫咧做工课时，忽然间有人来报，伊的囝跋落水死啦！伊转来足伤心的，但是阁过无偌久啊，3个囡仔伫厝内底生火啊，一间草厝又是阁较烧起啦。迄当阵啊，伊的先生就讲，囝无顾好势，所以也发生着囝跋落水，也发生着火烧厝。伊感觉讲，应该爱留一个来顾厝，从安尼先生啊，就去掠鱼啦。因为先生去掠鱼的第3天，因为呢出海呀，去反风船并落去，所以先生再也无阁倒转来啦。迄当阵，这个太太呀，真正是心痛。这个个案呢，才报来到咱家。迄当阵，伊也无厝啦，先生也出海呀，也是无转来啦。这间厝呢，无法度好起来啦。
这个个案报来甲咱遮，咱就安尼帮助伊起一间厝，厝起好啦，我拄啊好要去台北，我将安尼坐车就对宜兰过，我想要去看看伊这间厝起了安怎，入去住了有好势无？去到因迄个庄仔内，遐个厝边的人，我就问讲：你学吧？这位女士心住伫遮？伊讲是啊。我讲人呢？伊讲这囡仔吼真贱啦，都安尼透早吼，安尼伫迄石头堆遐，拄啊直直变来，全咧去互一尾蛇夹着啦。即马已经送去伫病院啊。听伊讲啦，讲吼爱拿保证金啦，若无讲无要甲自费清啦，伊无钱通好拿保证金。听伊讲吼要办出院要转来啊，我听着安尼，赶紧呢就到迄间病院去。果然，伊无钱通好拿保证金，真正就是伫要办出院的迄个时阵，我就赶紧去甲伊的社会服务部交涉，就甲伊讲，这个囡仔医疗一切呢，阮来甲伊负责，请恁照常治疗，从安尼，这个囡仔才会当然得到正常的治疗，才甲伊自费清，才甲伊互伊住院。这个个案呢，因为是真早的代志，是自济，除了救急以外，嘛是甲伊长期的帮助。好像呢有10几年的时间，一直甲伊的囡仔会当好自立，会当好伫社会去工作，咱才甲伊挺起来。当时这位吴太太流着眼泪向院方苦苦哀求的景象，令上人十分心痛。因此，在日后慈济医院起业之时，公开宣布不收保证金。73年的10月啊，好像是国庆日的那一天，双十节那这是有一个台风叫做娜娜台风，外围的扫过了台湾造成了东部东边的南部都是很大的灾难灾区呢，从义里、瑞穗开始，一直到这大武以南，这都是呢重灾区。等到了2天以后，看到了在东部的唯一的报纸，那是《更生报》，它呢报道出了就有这样的信息，从义里以南灾情非常的严重有一个地方就是溪埔的新生地，那个地方都是退伍军人一个村落整个村落呢都被洪水冲掉了，冲到海里去了那一段真的是惊心动魄的一刻那灾情总是很严重可是呢，那个时候知道了又怎么办呢？那一段时间才是慈济成立第7年的时刻。
那第7年呢，还是慈济的克难慈济功德会，自己都已经很克难了，而且呢，委员才有20几位，还有会员捐的钱，每个月呢都是5块呀、10块呀，还是呢每天5毛钱。总是这样的，在克难中啊，我们要如何呢来帮助这么广阔而且受了这么重创的灾情？如何做呢？不做呢，心不安；要做呢，能力从哪里来？那个时候的委员实在是很少啦，那我就赶快呢请委员们来啊。那个时候真的没有钱啊，你用什么去帮助人家？我还会记得那当时的港经理有一位江经理，他是合作金库的，他的太太也是我们的委员。那他呢，每一次开会他就会来帮忙嘛。在那计算说，哎呀，我们要帮助什么的，我开出来要帮助的条件呢，以后都还小小的都走去后边去念给龙师傅听。师傅那地藏菩萨家己都无迄个力，强要去救人，咱都拢无钱啊，敢若想要去用遐多钱去救人。那个时候啊，不管他小小的都去后面绕一绕，念都过来，没办法，都无奈的坐的都过在记录想到那个时候了，实在是克难中的也很感恩，马上呢发出了我们一定要这样做。那所以赶紧呢，大家人准备。我们要赶快啊，就是要写出红单呐。什么叫做红单呐？就是用手刻的，是我自己用手那写在那个头下板那是钢板里啊，一字一字的写。那用红色的纸，用印的就这样的寄到了每一个寺庙在西部里啊。还有呢，委员他有朋友在西部啊，就是能帮我寄出去。那么把这样的红单啊，就是赶快呢，整个花莲市啊，大街小巷啊，赶快啊去劝募啊，跟他们说有这样的灾情。很多人都说啊，我看到啊，没有这样的信息啊，要劝募钱很困难。所以后来呢，接着就是说，阿妈会当衫啦、衣物啊都可以捐。所以那一段时间呢，很多人就把旧衣服啊都捐出来。可知道那种旧衣服啊，就如现在的垃圾堆一样，少数的慈济人要来整理这一大堆的，从西部来的，从东部来的，那要整理出这样的义务，真的实在很难啊！我们要如何去发放给人家呢？那个时候就说，既不有物施于人而且呢，衣服要给人家，也要让人家穿得上身所以希望说人是一时的灾难，不是难民，他们是灾民。那我就开始跟委员们请他们找出爱心人来帮忙整理衣物那把它分类，把它脏的拿回家分摊去洗，少了扣子的请补一下。这一波
也是真的动员呐，在花莲地区呀，委员跟会员呐，都用心来付出。白天呐，都是要来整理这一些大小分类啊，那冬夏秋冬的，把它分开呀。晚间呐，都会呢挨家挨户去劝募。总而言之呢，慈济人呐，虽然是少数，却呢也是在那一段时间很在回想啊，实在是寸寸心情啊，纷纷温馨这就是呢，也是一个历史创下了以后的每一次啊，要如何帮助别人。为了这次台风的勘灾、赈灾与劝募，当时的上人与慈济委员都经历了许多困难。那个时候我是心脏病，心脏病一发作呢，就是找不到医师。去伫台东，伫咧看灾的时阵，病倒伫半路，伫咧台东呢，临时要伫迄个所在找医生找无，所以呢，深深的体会到那一种的病而缺医呀，真的是苦不堪言。最尾有2位菩萨陈初妹还有阿秋啊，他们呢，为了要帮助呢劝募啊，那走过了那样的铁路跟公路合一的桥这种的巴士跟火车轨道合在一起，那种的路那台风呢，把它扫的呢已经断了。而且他们要从这边过那边去是用爬的呢。那背了那样古早讲家鸡啊那背了那样草席的袋子要去劝募拍掉了那这个铁路呢，铁轨还在啦，但是呢，那个枕木都零零落落呢，已经呢散坏掉了。他们呢要走过了这一条，下去都是水，滚滚的溪水那台风水把它冲坏的这一条铁路还是公路，这是合一的。他们很冒险的，他就是边爬，是跪着爬人走不过去呀，是跪着这样的爬，一手伸出去抓住了前面的枕木那要抓住靠铁轨的这一边，人这脚呢跪过去都是用爬的呢。想到那个时候，为了要劝募街头巷尾，慈济人不多，可是呢，每一条街巷都会你碰到我，我碰到你，因为呢，花莲小小的在这样的劝募呢，是多么辛苦啊！各位现在在座的菩萨，我相信你们都不知那一段呢，真的很辛苦。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那拉风灾的赈济虽然范围广大，远超过以往的经验，但是仍然承续了过去在大南村与成功街大火时的赈灾模式，明确定勘灾技术标准，诸如募款、募集物资并整理、造册、发放、致赠上人慰问信等程序。就在这数年间，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急难救助经验，让直接、重点、尊重成为日后海内外赈灾的模式。
还记得中美洲的我们劝募的衣服啊，台湾也是动起来，60块的货柜同样呢，都是这样的分类，这样的洗衣服，这样的等等嘛是的。那一次的那台风啊，实际从克难功德会开始，就提升到这样的品质，成为往后的历史。每一次要做起来这样的事情，总是人人用爱心，用最诚恳的爱心把它分类打包整齐的，都是从那个时候，所以分分秒秒无不都是永恒的历史不过走过来也感觉到是历史难忘的一段时间这都是在过去了啦。那拉风灾带给上人深刻的思考，认为救世必先救心，而救心则以药师法门最为直接。于是，一改过去的法华佛期，特别于1974年4月慈济8周年之时，为灾民举办药师佛期，宣讲药师经。咱光复了后台湾第一个起步开发，就是对山地的触查开始，所以过度开发一直初期变成了水土保持都失调啦，这是第一项。搁接落来台湾的工业开始发达了。工业发展自然就会有这挖山矿亲像讲，我拄到花莲迄当阵，环管公路拄开我就对人游览车就去看迄个天祥对花莲要到天祥这条路实在真水啦。山真悬，水真清，就会听因度迄游览车的小姐迄一直解释讲，迄嘛是大理石，迄嘛是大理石，不管是山壁，或者是溪底的石头，拢总是大理石迄当阵我就感觉讲花莲有影有够水这个所在，拢总是宝捡一粒石头起来安尼该挖咧，就安尼金细细迄当阵开始伫咧建筑的时阵，就知影讲开矿啦，摕大理石啦，做建材啦，迄建材若挖咧，安尼金细细，我就捌对人去参观迄个大理石工厂有花杆有石盆有迄个正水的花等等，看落是真水。不过迄当阵我开始心都会真痛，真唔甘才会摕这个石头，伊一定爱去甲山崩开。大粒的石头摕出来，喙石留着。果然经过几年后，民国62年迄当阵，洪台对玉里以南造成了真大迄山石拢总对水拼落来，真侪人的厝就是去互迄个山的石头安尼甲伊抬过，毋是土抬去
是石，是翠石。迄当阵去伫咧看灾的时候，安尼踏过了迄个翠石的路，甲看咧这敢毋就是大理石吗？这大理石伫山里是真水啊，已经咧，互人用火药解爆炸，解炸开啦，大地摕出来呢，伊会弹咧。所以讲山顶啦，树啊是错掉啊啦，这个水土保持已经失灵啦。但大水一落落来呢，迄个山已经呢崩开去啊，所以呢，剩翠石啊伫迄个所在，水一个落来到地呢，安尼迄个翠石呢对着大水安尼落来，所以呢，造成了真大的灾难。所以愈看心愈烦恼，安怎人哪会要安尼呢？来破坏这个山河大地，安尼，互遮尔真侪人啊，受了遮尔凄惨、无家可归的灾难呢？从迄当阵开始，逐年啦，都有风灾啊，若有人受灾啊，人生的灾祸呢，毋是天作代，是人心啊，迄个欲念开啦，所以迄个欲念一开呢，就会去动作，就会去破坏大地。人类呢，就是因为贪嗔痴，这种愚痴啦，敢若对入伫迄个很短视吼，伫安尼看会到的近利吼，所以呢，不顾一切啊，造成了这种对地球的伤害。咱看到迄厝吼，伫迄个河边啦，其实伊也阁有迄个滩哦吼，河滩啦。但是呢，你看伊安水安尼大甲吼，满过了河滩溃堤，就迄间厝安尼亲像豆腐都甲挂去啊！人生无常啊，国度危脆啊！这是佛陀呢安尼甲咱讲吼。在这一次赈济的过程中，有一户人家屡次受灾的遭遇，令上人印象深刻。大东迄当阵，咱伫介绍堂遐发放的时，也听到了吼，就说：哎哟，我都较早吼，就是伫中部啦，捌七水灾吼，去互惊着，才想讲来后山啦。阮这回嘛是阁撞到水灾啦，还有在桃枝台风的时阵啊，那样的灾难也是很严重。我去甲因看的时，有2、3位哦，伊就讲吼，哎哟，阮到底是安怎啊？阮会记哩，阮才伫捌七水灾吼，去互惊着，才想讲吼，来后山伫即个所在感觉真安全。哪会这回过是阮吼？你看，业啊是对着人行吼。那咱若是这个有这个因缘啦，有这个业力啦，所以运命哦，命运啦吼。所以咱都爱吼，真正的人生苦难偏多啊吼。那应该呢，伫这个法的时代，也是叫做末世的时代，现在人叫做世纪，就是讲末世嘛吼。这个时阵啊，咱应该逐个人爱提高境界。我一定啊想讲吼，确实众生强业，因为伫贫穷的所在，
顾家己都袂去，伊哪有法度通去顾别人呢？无法度通去顾别人呢，就是无做善，无迄个善业通产生，啊，这是恶性的循环嘛，吼，这种的实在是无法度通去，想到是真心痛吼。所以咱才定定讲，咱要去甲伊救灾的同时，咱爱肢体语言甲伊带出来，互伊感动，去感化伊。好，咱救济因，嘛希望讲度化因，所以叫做救度。救是救济，当伊有灾难的时阵，咱去帮助，去甲伊付出。那伊若平安落来的时阵，我们还要度化他，好，所以叫做救度众生。这是分两项，吼，一项是紧急的时阵，咱爱去甲救；那平常的时阵，咱爱去甲度，所以叫做救度。所以咱都是伫咧做救度的工作。台湾是安尼，国外也是安尼，所以天下的多灾难啊，咱的大家人哪会当定定启发这份的爱心，安尼放眼天下来看天下的，不管是天灾或者是人祸，咱做会到的，骹骨行会到，希望咱的手都伸会到，咱会当用咱的爱呢，安尼去付出。